你以为这个公园它打上几盏灯就这么简单吗？有什么样子的地方它可以被列为世界10大梦幻景点，而且是 CNN 评定的哦？这个地方就是竹立花卉公园。你看看圣诞树，你看看旁边的樱花，整体的造景超美。它已经被认定为日本的夜景遗产关东地区的3大灯秀。这里总共用了500多万颗灯泡组成的彩灯秀，你觉得厉害吗？我觉得非常的厉害。而且这些灯不是随随便便的灯，每一个灯都有其设计，有其意义，还有融合了它所设计的元素，让这些灯在该亮的时候亮出它的色泽。占地94000平方公尺的园区里面，一年四季都有鲜花可以欣赏。它在一年四季开的花都不一样。冬季的点灯活动创造了这个花卉公园在冬季也很多人来看。你以为赏花就是春天吗？日本人真的很聪明，所以他在花卉公园里面呢，种植了各式各样在不同季节会开的花，再加上冬季本来花开的就比较少，所以他就用灯跟在冬季开的花把它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 CNN 认定的世界10大梦幻的灯光景点之一。到大内宿喽，今天天气大雪纷飞。大内宿哈，来，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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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来。我们刚刚从大内宿的门口往里面走。现在往那个树场里面，今天雪下得很大。这种情况啊，可遇而不可求啊。要遇到大雪纷飞的日子啊，不容易哦。虽然就算在雪之国，但是呢，要感受到这样子的氛围还是不太容易啊。所以，当我们遇到了，不只要珍惜啊，更要好好的来演一场冬季恋歌，浪漫一下。大内宿跟岐阜县的白川乡、京都的美山町并列为日本的3大茅漆屋跟集落啊。那来到这边，你看厚厚大雪覆盖着，安静，与世隔绝。它清澈的小溪流所流出来那个声音。大内宿从500年前的德川幕府时代就是商人往来经商的驿站。那主要的街道就你眼前看到的这一条，大约就是300公尺的长度。这300公尺的长度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这300公尺就够迷人了。加上这样的雪景简直呢就梦幻到不行了。而茅草屋在日本很常见，
在日本，茅草屋结合自然跟机能，它可以说是日本以前古早人他的智慧产物之一。因为现存下来的所有的茅草屋，在日本都是建在江户时代的中后期，所以才会有日本3大茅草屋的聚落。其实呢，以前有很多，只是现在留下来的就是这些地方啊。而日本的3大茅草屋聚落，它各有何不同？特别点在哪边呢？白川乡、京都还有福岛的大内宿，你走过几个啊？其实呢，我们所谓的合掌屋，真正的合掌屋呢，其实只有白川乡才是。所以说，日本3大合掌村不太对，应该说是日本3大茅气屋聚落，就是茅草屋的意思啊。你看这雪下的厚不厚？旁边这个都已经盖起来了，满过去了，对不对？茅草屋呢，又称为茅气屋，是日本传统建筑的形式之一。据说呢，在绳文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都用这个麻筋啊、稻杆啦、芦苇啦来去建造。茅草屋屋顶几年就要翻修一次啊，大部分它的翻修其实都是全村动员啊，邻里之间啊互相帮忙啊，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换，所以这类的传统屋舍呢，现在呢都是呢找不到了，现建现售啊，限定成为珍贵的日本的文化财产了。就日本的3大茅气屋聚落来说，白川乡的茅草屋叫做合掌灶，福岛大内宿的是寄动灶，美山的则为北山型名家入母屋灶，三者的建筑形式其实是完全不太相同的。去日本啊，也看不到这么美的景色。而这么美的景色，如果出现在银山温泉呢，那所有的观光客爽到爆啊！银山温泉实在是太红了，它在日本东北地方山形县山间地区的温泉地，这一条山包围之中的小街，就这么短短的一条小街，你看那个雪下的有多像蛋糕啊，超级的梦幻啊！17世纪曾作为白银矿产而繁荣一世，但这都不是重点啊，重点也不是温泉啊，重点是这里是阿信的故乡啊，日剧啊，年轻人可能都没看过了，那是一部很老的日剧，大正时代的复古街景，用它作为代表画面啊。重点是啊，听说啊，神是动画《神隐少女》当中的汤屋啊，所以这么短的街道。就这样子，几个人去推广它，网络的传播，大家口耳相传，到这个地方这么短的街道就充满了人挤人了。
但是呢，真的是美了。对不对？很甜的，对不对？感觉贵点吧，感觉贵点吧。哇，战果辉煌！哦，那赞哦。おいしい，うまい。草莓太红了，台湾也有草莓，日本也有草莓。为什么大家听到日本的草莓呢，就竖起大拇指？其实原因很简单哦，除了日本的精致农业之外，因为一刚开始日本人在种这些草莓的时候弄得很干净，把每一颗呢包装的也很漂亮，他把它当精品来卖，它果粒很大，果皮很软，再加上呢他们很懂得行销跟包装，就让它红到抓不住啊。因为它是拿来吃的，我们就不抓了啊，自己把它采下来就把它吃掉了。日本的草莓品种也很多，还有白草莓，还有白色恋人草莓。奇怪了，什么叫做白色恋人就是吃了以后会变成一对恋人吗？那我真想试试看。多少旅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多少旅人前来这个地方，被号称为离天堂最近的潘朵拉，而且这个地方也被称为100万级的景色。这里就是藏王树冰，冬天的藏王绝对不能错过的自然景观，也是山形县冬季最特殊的冬季盛景。而且随着冬日的雪花纷飞，你才看得到它。看到树冰的季节，其实呢非常的短暂。大自然打造的冬季限定艺术品藏王树冰，这个树冰又被称为雪怪，一眼望去数不清的巨大树冰就遍布在你的眼前，震撼而又神秘。重点还是你要看得到，有时候很多人来这边好几次啊，一次都看不到啊。为什么？就是气候不对啊，雪下的不够厚啊。我们现在坐了缆车上到藏王山上去。藏王连峰是日本奥羽山脉的一个部分，在宫城县跟山形县两县南部的县境。主峰呢就叫做熊野岳，标高呢1841。藏王树冰季节非常的短，只有每年的12月到2月，而且你要看到全部都是树冰，也就是他们说的雪怪，还要刚刚好下得够厚啊。这一次来我们就很 lucky 了，因为一路上去你看看树上的雪你就知道了，代表什么？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卖个关子，先上来看看。这景色中了，这一次上来我们真的就能看到最壮观的树冰群，而且它还结合了滑雪场、山形的藏王冬季还有树冰的夜间点灯活动。日本人在初期赏花赏雪的时候呢，都没有想到灯也可以让这整个地方的景色在晚上变成另外一个世界。所以现在日本所有的赏花赏雪的行程里面都多了一个叫做点灯。
甚至很多的花园，不管是樱花、枫叶，或者是有花海的地方，都开始用了点灯，雪景也有雪灯。哎呦喂呀，这个真的很厉害哦！早上看是这样子，到了晚上呢，又是另外一个场面。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被称为神秘雪怪的故乡藏王树冰。今天上来，这树冰呢，真给面子啊，结得非常的棒啊！而且呢，还有蓝天，还有滑雪，整个结合在一起，这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都中了。雪下得有多厚，这些松树上面呢，全部都被雪盖满了。所以我就说啊，季节要到，时间要到，运气要到，你就看得到了。但是也有很多人会说啊，那去是不是保证看得到啊？什么时候去最好啊？我告诉你啊，现在世界各地的气温啊都不太准啊，只能预测啊，而预测出来的也不一定100%准啊。所以你是个旅游玩家吗？你是一个有深度的玩家吗？如果你是，那你去看季节性商品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问人家一句话：我可不可以保证看得到？哇塞，没有一个人敢跟你保证，懂吗？很多人到世界各国去旅游的时候，最常犯的一个错是什么？喜欢把不可控制的天气因素要求别人给你一个 promise。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怎么可能的事情啊？那不就骗你吗？但是很奇怪，很多人喜欢被骗一定看得到100%看得到，绝对没有问题。这就是我觉得很好奇的地方啊。有的人呢，常常会用自我的认知、自我的想法去看很多的事物。来看一下2月的时候，地藏王的雪埋到哪里？上次1月来的时候埋到胸口，这次埋到脖子，实在太酷，雪结积太厚了。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我们1个月以前就有来山行藏王树冰，当时这个地藏它的雪只有盖到它一半，在1个月来之后呢，这个雪越下越多，盖到只露出一个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把它掩埋起来。哎呦，你看看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一根一根的，好像冰柱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100万级的美景——山行藏王树冰。其实你知道吗？这个藏王莲峰也是一个活的火山群哦，活的哦。
还有这个随时有可能烧一烧它，砰一声呢就会爆发。当然现在没有。那山上呢也有滑雪场，所以我们除了看到这个100万级的树冰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爱滑雪的人在附近滑雪。那当然这里因为同时也受到这个虎虎山的活动的影响呢，所以藏王连峰附近呢，整个底下也有非常多的温泉区，就在这里。神秘的雪怪故乡不是真的有雪怪，而是因为这些树冰看起来就像异世界的雪怪一样，所以被称为神秘的雪怪的故乡哦。下山喽，要回到人间喽，从冷冻库回到人间喽，回到温暖。哦，来上车喽。来，我们来藏王狐狸村参观一下狐狸尾巴。我一个讲电话。有没有冷？有没有冷？在日本的狐狸世界当中，狐狸有赤狐、白狐、金狐、银狐、黑狐，而神话当中的狐狸，你知道也有分等级啊。黑狐跟白狐截然相反，它被称为北斗七星的化身那银狐呢，毛色是银色的被称为月亮的象征那赤狐呢，全身呢就是红色的呢，它就被誉为神道系的道和神。白狐呢，其实呢基本上也是神道系，它代表的是成就人们的幸福。那九尾狐呢，就是有9个尾巴的狐狸也叫做野狐。天狐呢，拥有1000种强大的神通力，已经神格化了眼睛是金色的。空狐呢，超过3000种的神通力这是最厉害那你知道吗？这一些狐狸在日本都有被神化，还有很多的动漫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哦。而日本大部分都是赤狐，在藏王的狐狸村里面就饲养着100多只的超 Q 的狐狸。看这边，舒服吗？泡手也可以。日本的奥羽地区其实讲的就是东北地区，因为东北地区的古名就叫做奥羽。那日本最长的奥羽山脉为界，由太平洋侧跟日本海侧3个陆地所组成的地区，它就叫奥羽地区，也就是本州以北东北地区。它特殊的气候、地形、农业相当的发达，这是它独特的地方。
这一站是汤野上温泉站，也是日本唯一拥有毛气屋顶的车站汤野啊。这里还有免费的足汤，在这里在昭和7年西元1932年就开设了汤野上温泉。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呢，类似像合掌村毛气屋的屋顶，而且也是日本唯一喜爱日本的文化跟铁道的人呢，他绝对不会错过这一站，而且会在这一站坐上什么铁道火车，前往整个汇金铁道非常重要的、知名的几个东北的景点啊，这也是它最大的特色之一啊。所以从它车站屋顶的造型，整个车站的氛围，有没有感觉它是一个古老的车站啊？有没有感觉这个车站好像时光隧道一样啊？车站要这样才有型啊，车站要这样才有特色啊。昭和7年就开设了车站，它拥有它极大的特色存在的，这样子的感觉很有意义啊。我们选择了汇金铁道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车站汤野上温泉，绝对必经之处。看完这美丽的车站，我们准备上车喽。次は芦ノ牧温泉南、芦ノ牧温泉南です。The next station is Ashinomaki Onsen Minami. 真的不得不佩服啊！日本人能够把包括车站、包括火车、包括铁道，都可以设计自己的样式，每一节车厢、每一列车厢、每一个车站、每一条铁路，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特色。还有季节限定，还有暖炉，还有榻榻米，还有各式各样。我敢保证啊，日本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也就是日本的铁道文化发展到了极致，精品、专业、特殊性，全部你都看得到。难怪他的铁道这么赚钱，他不会刻意的去告诉你说：“哎呦，这个铁道是国营事业啊，所以呢不赚钱。”没有的，为什么？因为日本的铁道早就已经呢国营也企业化了，也民营化了，所以在日本还有很多的私铁。铁道来到了福岛汇金若松城这个地方，拥有悠久的历史，建造600年前，在日本历史当中也有一个战国时代。那听到了战国时代，你就知道它就是战争频发的时期啊。有人类就有战争，人类的历史有多久，就一直有战争。人类愚蠢的地方，战争永远是少数人跟少数人之间的利益纠葛而引发的战争，但是呢，却带领了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我讲白的啊，
随着时代越来越进步，社会越来越发达，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现在的人啊，怕得不得了啊，不像以前啊，你的寿命呢，大概活个30几岁了就已经算厉害了，40岁，哎呦喂啊，算长寿了啊。现在70、80岁的比比皆是啊，尤其是医疗越好的先进国家，它的寿命更长。那汇金若松城呢，也是日本唯一的红瓦天守阁，它也被称为叫做鹤城。红瓦天守阁的意思就是呢，它建造的时候呢，使用了红瓦的方式去盖了它最上面的那一层所以它是唯一的红瓦天守阁。那现在很多人都会来到汇金若松城看樱花。其实说真的日本哪个地方没樱花只要稍具有一点名气的，就有种樱花。种完樱花，再种什么枫叶、枫树种完这个纬度高一点的，来个雪，哎呀厉害了所以一年已经有3个季节可以做什么？可以做旅游咯。那再来呢，夏日呢，来个祭典，哎呦，所以日本哎呦喂真的你可以一去再去，去了都不会烦呢。五色草，路都看不到啦，玩完雪了。你看到雪会有多开心就要躺上去，对吧这就是真正爱冬天爱雪的人。看到洁白的雪，没有人踩过，有一个洞一个洞的给它踩下去甚至呢躺上去做个雪人这就是很爽的事情。但是要躺上去要很小心有时候那个雪下在很多地方把很多的东西都盖起来，比如说有一口井有一个水沟有一个洞等等，不知道有时候一跳下去扑通狼奈不而已掉到洞里面去或掉到水沟这里是东北的五色沼。阿公也太厉害了吧！拿得起来吗？太重了。猪苗大夫。负担了。对啊。我伊走到内底了啦，无该无伊我看到了。东北福岛的盘梯朝日国家公园里面有一个五色沼，它是东北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代表性的景点那这个地方其实是由数十个大小湖沼所形成的。那火山活动呢，造成了这样子的湖沼群水质啦、矿物质啦、深浅不一样，所以它这个湖沼呢，就形成了很多梦幻的颜色，大约有5种颜色，所以就叫做五色沼。来到这里，现在是冬天
那一片就是下雪了哈，什么藻你都看不到啊。但是呢，变成完雪了，而且东北的雪质其实雪况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福岛的五色藻呢，几乎只要到了秋季、春季的时候啊，都会有很多的摄影师来这边呢，拍上五色藻上面的倒影。那现在呢，看到的看不到倒影了，看得到的呢是整个我们踩过的雪，所以每个季节是不是都有感受不一样啊？雪况真的非常的好，雪也非常的干净。那干冷的天气在东北也不至于太冷了啊。在这里呢，还有一条全长3.6公里的自然探胜路啊，就是一条可以穿过湖沼区的森林步道啊。那一般来讲，很多人喜欢来这边健行啊，大概走个1个小时就可以把这里逛完了。那接近大自然，就像森林中漫步一样啊，而且呢难度不高，所以这个地方就很受欢迎喽。盘梯高原的五色藻旁边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猪苗代湖，日本国内的第4大湖，也一样在盘梯朝日国立公园里面啊。它这里的湖水特别清澈，像天空一样的一面镜子，所以它又叫做天镜湖。现在我们就走过来旁边的猪苗代湖。从天神滨驻车场进来，要来看这个猪苗代湖的水花冰，走路大概要15分钟左右。现在这条小路就是往水花冰的路上。那今天天气温度有点高，不知道雪花冰会不会融化。等一下我们进去看看就知道咯。我们到水花冰这里了，可是这2天气温上升了，太阳很大，都已经有点融雪了。冰也融化了，所以看起来是还好这样。只是我们的 Jessie 告诉我们说，猪苗代湖它有冰花。你知道猪苗代湖是日本第4大湖，那它的面积呢很大，重点不是它有多大，重点是它的湖水透明度在全世界是数1数2的。那在这里呢，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它会在冬天的时候，水会结成冰花。
冰花就是在最寒冷的季节才能够欣赏到的景色，而且它会随着太阳一照射、一暖化，瞬间它就会不见了。每一年的1月中旬到2月中旬的期间，猪苗带湖天神滨附近的湖畔旁边，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壮观的景色。刺骨的西风把湖水呢吹上岸边，一层一层一层堆上去。那因为它是湖水，它不是海水，所以它没有咸度，它结冰在0度就开始会结了。随着湖水推到岸边，那它慢慢推，慢慢就会从前端开始结冰，越结越多，就会形成浪花这样子的冰花。这就是大自然，它也被称为冰之艺术，叫做冰花。上面还有很多的鸭子啊，这些鸭子啊一点都不怕冷，所以啊，大家就在这边呢，看看美丽的猪苗带湖，远方的雪山，然后呢，拍拍这些野生动物。有机会我们就看到旁边还有堆积起来的冰花，只是呢，因为毕竟这里的纬度没有高得很离谱，所以它并不会永久冻在那边。它这种冰花真的，一晒到太阳，气候暖和一点，可能半天一天我就看不到了。所以能够看到一点点的冰花也很棒哦。我觉得日本东北最大的特色来自于它的地理结构非常的特别，得天独厚的纬度，下雪的云会来到这个地方下起美丽的雪，雪质雪况非常的好，而且它有很多的冷空气，只要遇到了寒流啦，或者从北方吹下来的冷风啊，就会让这里瞬间结成冰冻大地。但是又不至于寒冷到让你受不了，所以日本的东北就形成了非常特殊，在冬季拥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美丽景色。然后大自然的环境啊，再加上日本本身的民族性，他们在整个国内所体现出来的干净简洁，还有那一种舒爽的感觉，就会让这些点虽然不大，没有像中国、像欧洲很多的大山大海大景点，但是它的每一个景点却呈现了小巧、精致、干净、可爱，再加上日本人对于所有景点还有这些景色所营造出来的环保气息，所营造出来的那种干净的氛围，都会让我们觉得好棒哦。这里是竹苗带湖，包含了五色藻，在整个盘地山这里的公园里面都看得到最天然的景色。日本真的是一个自带流量的国家，不用太大的介绍，就会很多人想要来到这个地方。经过了口耳相传，越来越多人来到这个地方。虽然来日本的费用参差不齐，因为自助旅游来这边住简单的饭店啊，然后搭地铁也可以很便宜的旅游日本，或者是你包车子来，你走远一点，或者是住温泉饭店。日本啊，有没有住温泉饭店，那个价差就出来了。日本的交通费也特别的高，所以日本它的价格带非常的广，就看你喜欢哪一种咯。